当我不再逃避感受，生命开始流动。那是一个没有任何预兆的时刻，不是因为世界突然变好，也不是因为问题忽然消失，而是我第一次停下来，没有再把注意力转向别的地方。过去的我其实很擅长逃，我逃离难过，逃离失落，逃离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，也逃离对自己的失望。我总以为只要不去想，只要够忙，只要撑住，那些感受就会自己退散。但它们没有，它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，躲进身体里，藏进呼吸里，渗入每一个看似正常的日常。我开始感到疲惫，却说不出原因，开始对很多事情失去热情，却又责怪自己不够努力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发现自己连感觉都变得模糊，快乐很淡，悲伤却很重，像一条被堵住的河，水没有流动，却一直累积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，不是生命对我停滞，而是我对生命关上了门。我开始尝试做一件很小的事，不去改变感受，只去承认它。我对自己说，你现在很难受，这是真的。没有分析，没有解释，没有要求自己振作，只是让这句话存在。出乎意料的，身体先有了反应，胸口的紧绷慢慢松动，呼吸不再那么急促，眼泪自然地落下来，没有戏剧性，却真实的让人颤抖。那是我第一次发现，感受不是敌人，它只是被忽略太久。当我允许自己去感受，情绪不再失控，反而开始流动。悲伤有了出口，愤怒不再乱窜，恐惧也不再需要用焦虑来提醒我它的存在。我慢慢理解，所有被压抑的情绪都不是为了惩罚我，而是为了保护我。他们只是想被看见。当我不再对自己说这不重要，不再对内心说你太敏感了，那些卡住的能量开始一点一滴回到原本的位置。生命也在那时候悄悄动了起来，不是一夜之间的改变，而是一种细微却确定的流动感。我开始更清楚地知道，什么让我疲惫，什么让我安心，什么不是我该承受的，什么其实早就可以放下。我不再急着成为更好的人，而是愿意成为更真实的人。当我对自己的感受诚实，世界回应我的方式也变得温柔。关系开始有了界限，选择开始贴近内心，连机会出现的方式都像是在配合我真正的状态。我才明白，所谓显化，从来不是压抑自己去假装正向，而是让内在的河流重新通畅。当能量不再被阻挡，生命自然会带你去该去的地方。我仍然会难过，仍然会迷惘，仍然会在某些夜里感到脆弱，但我不再逃了，因为我知道，每一次愿意停下来感受，都是在对生命说，我准备好和你一起走了。而生命一旦被允许流动，就会回馈你超出想象的温柔与力量。我允许情绪流动，现实也开始转动。那不是一个突然想通的瞬间，而是一种慢慢松手的过程。过去的我总是想控制一切，控制表情，控制反应，控制不要哭，不要想太多，不要让情绪影响判断。我以为成熟就是把感受收好，以为理性就是不让内在有太多声音。于是我学会忍，学会撑，学会在别人面前保持稳定，却在无人看见的时候感到空空的。那些没有被允许流动的情绪没有消失，它们只是停在原地，像卡住的齿轮，让整个人生运转得越来越吃力。我开始发现，越想控制现实，现实越失控。关系变得紧绷，机会总是擦身而过，努力没有回馈，连好运都像迷路了一样。
那时候我还不知道，不是我不够好，而是我的内在正在被堵住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累到不想再对自己说没事。我坐下来，没有解决问题，只是允许那股说不出的感觉存在。原来允许不是放纵，而是停止对抗。当我不再压抑难过，难过反而变得温柔。当我不再否认愤怒，愤怒开始告诉我界限在哪里。当我不再逃避恐惧，恐惧变成提醒，而不是威胁。我第一次感觉到情绪像水一样，你不让它流，它就会淹没你；你让它流，它就会带走多余的重量。慢慢的，我发现现实开始回应这个改变，不是奇迹式的翻转，而是一种节奏的调整。事情不再卡关那么久，人际互动变得顺畅，连选择都变得清晰。我不再勉强自己答应不想要的事，也不再为了被需要而牺牲感受。当我对内在诚实，外在就少了很多拉扯。我开始明白，现实不是靠用力推动的，而是靠对齐而自然前进。当情绪流动，能量就会回到该去的位置。当能量对齐，现实自然会开始转动。我不再急着证明自己值得，因为我已经愿意听见自己。我不再害怕低潮，因为我知道那只是流动的一部分。有些日子快，有些日子慢，有些时候前进，有些时候停留。但没有一刻是错的。我开始相信，只要我不再阻止内在的河流，生命就会自己找到出口。允许其实是一种很深的信任。信任情绪不会摧毁我，信任真实不会让我失去一切，信任我不需要完美，也能被世界接住。当我这样活着，现实不再与我对抗，而是与我同步。原来不是我去追赶人生，而是人生在等我松手。当我与情绪和解，生命开始流动。那并不是一个我战胜了什么的故事，而是一个我终于不再对抗自己的过程。曾经的我，总觉得情绪是麻烦，是拖慢脚步的东西，是应该被修正、被控制、被管理的问题。我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没事，努力让语气平稳，努力在心里告诉自己要成熟一点。我以为这样做就能走得更快、更远，更不被影响。但我没有发现，每一次忽略感受，都是在自己身上留下一道细小的裂缝。那些裂缝不会立刻崩塌，却会慢慢让力量流失。我开始感觉到卡住，不是事情不顺，而是内在怎么都推不动。明明没有发生什么大事，却常常感到疲倦。明明很努力生活，却觉得自己不在里面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终于承认，我其实很委屈。那个承认很轻，却让整个身体震动。我没有责怪情绪，也没有急着让它消失，我只是对它说，我知道你在。那一刻，情绪没有变得更激烈，反而慢慢软了下来。我才发现，原来他一直在等这句话。和解不是同意一切发生过的事，而是停止把情绪当成敌人。我不再逼自己马上放下，不再要求自己立刻想开，不再用正向的话盖过内心真正的声音。当我愿意倾听，情绪开始告诉我它们存在的原因。悲伤提醒我失去过，愤怒告诉我界限被跨越，恐惧让我知道自己其实很在乎。这些情绪从来不是来破坏我的人生，而是来保护我还没有被好好照顾的地方。当我不再与他们拉扯，能量开始回到身体，呼吸变深，心跳变稳，思绪不再那么混乱。我开始感觉到，生命不是停住了，而是终于有了流动的空间。事情依然有挑战，现实依然有压力，
但我不再用全身的力气抵抗。我学会在感受里停留，也学会在需要时前进。当我不再把自己推向极限，生活反而推来了刚刚好的机会。关系变得真实，选择变得清楚，我不再为了符合期待而勉强自己。我发现，生命其实一直在回应我对自己的态度。当我对情绪温柔，世界也变得不那么尖锐。我开始相信，流动不是急着往前，而是允许每一个状态都有它存在的位置。有时候慢下来，不是退步，而是在调整方向。有时候情绪涌上来，不是失控，而是内在在释放重量。当我与情绪和解，我不再需要证明自己够坚强，因为我已经足够真实。而真实会让生命自己找到出口。原来流动不是努力换来的，而是停止内耗之后自然发生的事。我不再逃离感受，答案自然浮现。那是一段很长的时间里，我不断在找答案，却越找越迷惘。我看了很多道理，听了很多建议，分析每一个可能性，却始终感觉不到它是。好像所有答案都在外面，却没有一个真正进到心里。后来我才明白，不是答案太少，而是我离自己的感受太远。过去的我，一有不舒服，就立刻转移注意力，一有情绪，就急着让它消失。我以为那是在解决问题，其实只是延后面对。那些被我忽略的感受，没有离开，他们只是静静的等我终于肯停下来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累了。不是身体的累，而是一种一直撑着的疲惫。我没有再逼自己想清楚，也没有急着做决定，我只是坐着，让那股混乱存在。那一刻很不舒服，却异常真实。我第一次没有逃。我让心里的焦虑慢慢浮上来，让那份不安被看见，让所有说不出口的感觉有了空间。奇怪的是，当我这样做，问题没有变得更严重，反而开始松动。我突然知道自己其实在害怕什么，也终于承认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答案不是突然出现的，而是一直都在，只是被我逃避的感受盖住了。当我不再逃离，内在开始对我说实话。不是批评，不是指责，而是一种很清楚的知道。我知道哪些选择是在勉强，哪些方向其实早就不适合我。我也明白，有些问题不是要解决，而是要感受完。当情绪被允许流动，思绪自然会排列。我不再需要别人替我下判断，因为我终于听得见自己。原来答案从来不是用力想出来的，而是在诚实感受之后，自然浮现。我开始相信，感受不是阻碍，而是指引。他们带我回到真正的方向，带我远离不属于我的路。当我愿意留在感受里，生命就会把该知道的一点一点交到我手上。不急不吵，却刚刚好。当我不再否定感觉，力量自然回流。那是一个我终于停止和自己争辩的时刻，不是因为我想通了什么大道理，而是我已经没有力气再把感觉推开。过去的我很习惯否定，否定自己的脆弱，否定不安的直觉，否定那些说不上来却一直存在的感受。我常对自己说，这没什么，你想太多了，别那么情绪化。我以为这样可以让自己更强，却没发现，每一次否定都是把力量往外推。情绪被我关在门外，直觉被我当成错觉，身体的疲惫被我视而不见。久而久之，我开始觉得空。不是什么都没有，而是什么都提不起劲。我做着该做的事，过着看起来正常的生活，
却常常感觉不到自己。那时我还不懂，真正让我耗竭的不是外在的压力，而是内在不断发生的否定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一个很小的瞬间停下来，我没有再告诉自己要撑，也没有再说这不重要，我只是承认我其实很累。那个承认没有任何修饰，却让胸口松了一点。我开始尝试不去评价感觉对不对，不去判断自己该不该这样想，只是让它存在。当我这么做，情绪没有失控，反而慢慢安静下来。我才发现，感觉从来不是要把我拉垮，它只是想被尊重。当我不再否定悲伤，悲伤不再那么沉重。当我不再否定愤怒，我开始知道自己的界限。当我不再否定恐惧，我反而更清楚自己在乎什么。力量就在这些被允许的瞬间，一点一点回来。不是那种激昂的力量，而是一种稳定的存在感。我开始感觉到脚踩在地上，呼吸进到身体里，心不再那么飘。我不再急着证明自己没事，也不再需要假装坚强。当我愿意站在感觉这一边，内在不再分裂。我不用一边前进，一边拉扯，力量自然可以集中。我开始明白，真正的强大不是没有情绪，而是不再否定任何一部分的自己。当我这样活着，选择变得清楚，行动变得踏实，连说话的声音都更稳。原来力量一直都在，只是被否定挡在外面。当我打开那扇门，它就回来了，安静却完整。我不再否定感受，能量开始流动。那是一个我终于停止对自己说谎的时刻，不是因为我突然变得勇敢，而是我再也无法忽视内在那股微弱却持续的声音。过去的我很习惯把感受推开，一感到不安就告诉自己别想太多，一感到难过就劝自己要想开一点。我以为这是在保护自己，却没意识到每一次否定都在切断与内在的连结。那些没有被承认的感受没有消失，它们只是静静的堆积，变成疲倦，变成迟钝，变成一种说不出的卡住。我开始觉得做什么都很费力，不是事情太难，而是心里没有力气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一个再平凡不过的瞬间停下来，不再急着修正自己，不再要求自己表现得更好。我只是对自己说，你现在的感觉是存在的，没有对错，没有评价，只是承认。那一刻很安静，却像有什么松动了。当我不再否定感受，它们不再需要用更大的声音来引起注意。悲伤慢慢化开，愤怒变得清楚，恐惧不再混乱。我第一次发现，情绪其实是能量的一种形式。你压住它，它就停滞；你允许它，它就流动。当感受被允许存在，身体开始回应，呼吸变得自然，肩膀不再那么紧，心跳也回到自己的节奏。我开始感觉到自己不是用头脑理解，而是用整个人感受。能量就在这样的状态里慢慢回来，不是爆发，而是一种持续而稳定的流动感。我不再那么容易耗尽，也不再需要一直撑。当我愿意站在感受这一边，内在不再对立，力量不需要被分散去对抗自己，自然就能用在生活里。我开始更清楚自己的界限，也更诚实面对真正的渴望。原来，能量从来不是向外寻找的，而是从停止否定开始回流的。当我这样活着，生命不再卡住，而是以一种温柔却确定的方式继续向前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。
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